我們來到了亞洲最神秘的土豪國家文萊。說它神秘是因為這個國家很小，很少有人來這兒旅行。說它土豪是因為這個國家平均每人一輛車。文萊全國僅有35萬公民，就有33萬輛汽車。另外，這裡的公民福利出奇的好，國王幾乎承擔了每一個公民從出生到死亡的所有支出。全國公民零個稅，全民免費教育。如果你品學兼優，國家會承擔學費、生活費，送你去歐美頂尖院校留學。文萊全國全民醫保兜底，如果公民重病，國家甚至會承擔全部費用出國治療。這裡的福利房價也是低到讓人不敢相信，高養老金和汽油補貼更是土豪國家的標配。正因為如此好的福利，入籍文萊的難度堪比登天。很多和文萊人結婚10幾年的外籍新娘也無法取得文萊公民的身份。來到這個國家，給我們最大的感受就是路上只有車，沒有人。走了半天，只碰到幾個外籍勞工，路上只有我們2個人。整個國家斑馬線也少得可憐，公交車和出租車幾乎看不到。甚至在文萊全國最有名的旅遊景點，也就我們2個人在那兒拍照。下面和費韋文濤一起遊覽這個傳說中的土豪國家文萊。大家好，我是狒狒，我們正在背包環遊東南亞。這一站，我们来到了一个既高端大气上檔次，又低調奢華有內涵的石油土豪國家文萊。首先，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有多少人知道文萊都是因為吳尊？我先說，我就是其中之一。那個時候呢，應該是初中還是高中的時候啊，哇，那會兒飛輪海真的是太火了。當時啊，吳尊長得又帥，又是傳說中的文萊王子。相信很多人對文萊的初印象都是來自於吳尊。那麼文萊究竟是怎麼樣一個國家呢？接下來的幾天啊，歡迎大家跟着我們的鏡頭一起去了解這個神秘又低調的東方土豪國家。剛到文萊，我們就發現啊，在這裡想 City Walk 是一件極其艱難的事情。大家發現沒有啊？文萊的這個城市的道路上幾乎看不到斑馬線，人行道也很少，你看那邊就沒有，只有這邊有人行道。然後紅綠燈呢也沒有看到幾個。最關鍵的是，我們出門已經走了快10分鐘了，一個行人都沒有看到。文萊人都去哪裡了呢？感覺整個國家好像就我們2個人在路上走路。別人以前都說美國是車輪上的國家，現在我到文萊來看啊，文萊更像個車輪上的國家，就沒有人。而且濤哥，你有沒有發現啊？文萊的公交車和出租車我們也沒有見到一輛哎。其實文萊是有公交線路的，全國據說有8條。然後我昨天出來的時候也看到了前面有那個公交站台。不過我在站台那兒等了1個小時，一輛公交都沒有看到。而且據說啊，文萊全國只有30幾輛的出租車。所以如果我們今天在路上能碰到上面寫着 taxi 那種車，可以買彩票了。我們現在要過前面這個馬路了，但是它沒有人行道，也沒紅綠燈啊。在文萊這裡想 City Walk，橫穿馬路已經是日常了，小心小心。對，因為它根本沒有行人走的路，也沒有天橋。對，因為人家路上沒人，所以不需要這些東西，是我們外國人。這邊真挺危險的哈。對，我昨天出來，其實文萊的車還是很多會主動的禮讓，這邊車挺好的啊，看我們站那就減速了。走起來真的太費勁了。大家看，這兩邊都沒有人行道了，我們只能踩在這個實線裡面這個30公分的小通道過了。終於過來了，就這麼一個小路口啊，我們過了有5分鐘了吧？差不多。太難了，它那個紅綠燈有是有，但是是給車看的，不是給行人過的。然後他們這裡左轉和我們國內右轉一樣是不需要看燈的，所以左轉人車不斷，我們根本過不來。嗨嗨，一個華人大叔給我們打招呼呢。好熱情哦！大家看啊，這裡就是文萊的首都斯里巴加灣市其中的一個公交站台。其實這裡修的還蠻好的，有給行人坐的這個石凳，然後還有垃圾桶，但就是沒有公交車。這裡的公交站什麼配套都有，除了沒有公交車，也除了沒有坐公交的人。我昨天就是在這個站台傻等了1個小時，一輛車都沒有，然後旁邊過去的私家車看我都跟看傻子一樣。大家知道為什麼文萊的公交車和出租車這麼少嗎？答案是文萊的人均擁車量太高了。文萊全國只有45萬人口，但是車輛啊保有量是30萬輛。那除去這個未成年人和特別老的老人不能開車之外，幾乎是人手1輛車。那你要平均到家庭的話，那每個家庭平均下來都有3輛車了。所以文萊這裡人人出門都開車，沒有自行車，沒有摩托車也很少，然後步行的人根本看不到。這裡的人出門買菜200米都要開車。對，大家看馬路上啊，
一會兒如果能看到裡面司机的話，會發現就是男女老少，奶奶一輛，爺爺一輛，然後那個20歲的大學生再一輛，家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車。我剛才看到一個摩托車，居然是一個送外賣的。對，這裡的摩托車極少，所以我們其實住的酒店雖然在高架邊，但是房間很安靜，因為沒有摩托車那種炸街的聲音，而汽車聲音是比較就是有頻率的、規律的，所以睡得還不錯。我們昨天在酒店待了一天休息，沒有出門哈。但是昨天在酒店的時候，我聽到我們酒店旁邊一直有那種警笛聲在響，不知道咋回事兒，是什麼聲音？就是那個交警那個摩托車。然後交警的摩托車，大家知道是幹嘛的不？他不是说着急去處理事故，或者說是有什么这个治安的問題啊。因為文萊的犯罪率其實很低的，治安是很好的。那個摩托車就是專門用來給王室的車輛開道的。我昨天不是一個人出來轉了一下，濤哥沒出來，然後我就看到了，我發現這個規律，每次前面有2輛這個交警騎的摩托車，後面一定有一輛豪車。我推測那個應該就是王室的。昨天我還看到了一輛那個勞斯萊斯，哇，太厲害了！文萊是當今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君主制的國家，那文萊蘇丹是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的。文萊蘇丹曾經很長一段時間都佔據了世界富豪排行榜的榜首，世界首富。那他據說擁有7000多輛汽車，因為他是一個很狂熱的豪車愛好者。那這個7000輛車的數據其實無從考證，但是有一個數據幾乎是確定的，就是文萊蘇丹擁有勞斯萊斯604輛，這也是這個文萊為什麼能夠成為全世界人均擁有勞數量最高的，因為國王自己就有600多輛。我們現在路過的地方呢，就是文萊的檢察院。這裡辦公環境真好啊！你看裡面那個辦公樓啊，只有3層，然後下面這麼大一片跟公園一樣的綠地，然後辦公樓的下面有那麼多的車位，而且幾乎都停滿了，就感覺這裡的車輛和這個容積率都不成比例。對，感覺裡面辦公的人不多，但是車好多啊，對，滿滿當當的。而且這邊的人素質挺高的呀。我們剛過前面那個路口的時候，一個車過來速度非常的快，但他看到我們在過馬路哈，立馬剎停了。他不是減速，他剎停了，就特別在意你行人過馬路的感受哈。大家發現沒？我們又繼續往前走了大概10分鐘了，依然沒有行人。我們今天出來一個人都沒看到。大家看哈，那個位置有一個金光燦燦的穹頂，那裡就是我們今天參觀的第一站，叫做奧馬爾阿里賽義夫丁清真寺。這個名字很長啊，這是文萊的上一任的蘇丹，那這個清真寺就是他本人主持修建的，所以以他的名字來命名。文萊大街上真是沒有人啊！我們又往前走了這麼遠，想看到一個人太難了。這會兒隨便看到一個人，不管什麼國家的，說什麼語言的，我都覺得好親切，因為看到人了。因為文萊不僅僅它的人均的用車量高，而且文萊是一個產油國，這裡的油價也很便宜，汽油比礦泉水還要便宜的。這裡的這個汽油啊，據說價格是0.5文幣，也就是2.8塊人民幣左右一升。然後我們在超市買水的話哦，一升那個水可能都要1文幣，真的是油比水便宜多了。所以這裡的人出門，哪怕是200米去個便利店都是開車的，沒有人走路的。但是我們前面居然看到了位清潔工，太難得了，是我們在文萊的2天時間路上見到第一個行人。有沒有發現啊，文萊的街道是非常非常乾淨的。這個清潔工啊，他每天的工作量感覺也不會太大，因為路兩邊沒有人走，所以就不會產生垃圾。看到個行人，哇，太難得了！遊客，一看就是遊客。你看，碎花長裙、小白鞋，再打個遮陽傘，這種打扮一般是，外國人、遊客。文萊的任何地方都是沒有人啊，這個地方也是空無一人。而且這裡並不是文萊的郊區或者荒郊野嶺。大家能信嗎？這裡是文萊的市中心地帶，旁邊就是一條河，那條河前面連着文萊河，然後這裡有這個檢察院呀、法院啊，前面就是那個特別大的清真寺，市中心又在這兒了，但這兒沒有人啊。而且這塊人少，不光是因為現在是白天，還有在晚上的時候，昨晚上飛飛在這兒逛，好也是沒有人的。晚上稍微好一點，晚上這有很多本地人在這兒跑步。鍛鍊身體的這一排，我昨天從這兒逛的時候，那當時是晚上的7點多一點點，7點15左右，
也就2-3个人，一共就见2-3个人在这跑步。我们再往前面走到清真寺那儿，可能就会看到人了，因为那里有很多游客。这个视频看到这儿的都是真爱粉了，因为这好像是我们迄今为止拍到过最無聊的畫面，全程沒有看到任何一個人，只有我們2個自說自話，在這種空曠的環境裡。說實話，這個視頻我可能都看不下去了，感覺有點像科幻片啊，那種人類消失之後的地球。真的不是我們2個人故意找沒有人的地方，這是幾棟居民樓哈，下面還有車。那你看人呢？人都不在啊，這一個人都沒有。哦，那有一個終於出來一個人上車了。所以這樣的人哈，他就是要不然在家裡面，要不然在車上，剩下人不在路上走的。我昨天跟文濤說啊，我說文萊人如果每天他們有這個微信運動這個步數的話，應該每個人不會超過500步的，因為他們每天需要走的路就是從辦公室到車走50步，下車之後到家走50步，最多再開車去菜市場走50步，對，就結束了。前面竟然有一個遊客，那兒還有2個清潔工。Are you local? Where from? Indonesia. So you got a worker visa here? Worker visa, working visa.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brother. Thank you.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這個清真寺的門外了啊，在外面碰到了2位在這裡澆樹的小伙子，然後剛聊了一下呢，他們是來自於印度尼西亞。大家知道嗎？文萊的這個護照或者說國籍是很難拿到的，想入文萊籍非常難。文萊其實呢，它的全國45萬人口中啊，文萊的公民只有33萬，還有大概12萬都是永居和這個外勞。那剛才他們2位啊，就是外勞，從印度尼西亞過來拿着長期工作簽在這工作的。是，還有很多這個女性啊，外國女性嫁給了文萊的男子，都10多年了，孩子都一大堆了，但是拿不到國籍，只能是以這個 PR 的身份在這生活。文萊的這個怎麼說呢？社會福利太好了，如果想當一個文萊人啊，那國王就要多負擔一份。Hi brother, or can we go in to that mosque? There, okay, thank you. 前面我們就要到奧馬爾阿里賽義夫丁清真寺的門口了。剛剛我們有介紹過啊，這座清真寺是文萊的第28任蘇丹，就是上一任蘇丹在1958年的時候修建的。那這座清真寺呢，也是很多人心目中東南亞最美麗的清真寺之一啊。大家看這座清真寺，它的建築風格啊，跟其他的有一些區別，因為它是文萊的蘇丹主持修建的嘛，所以它既有這種宗教的這種莊嚴感，還有一些文萊皇家的氣派在裡面。這座清真寺的主體建築啊，高度是52米，大家看頂上的那個圓形的鍍金的頂啊，那個圓頂的直徑是超過15米的。一共是用掉了300公斤的黃金打造，看過去就非常的金光燦燦。到了清真寺這裡啊，人終於多起來了，門口的工作人員竟然達到了7名之多，還看到了2位遊客。這些工人大部分都是來自於印度尼西亞，我們本來想跟他們深入的聊一下哈，不過呢，他們的英語不是特別好，因為呢，這個印尼人肯定會印尼語嘛，他們在這裡工作其實也不需要英語，因為印尼語和馬來語很多都是相通的。文萊的這個人口啊，剛剛我們說到有45萬之多，對，然後74%都是馬來人，主體民族，所以他們國家的通用語言還有國語都是馬來語。是，那華人這裡也有，大概佔到總人口的10%左右。這裡有一個清真寺對非穆斯林的遊客的一個參觀時間表啊。它時間段分得好細哦，那中間空的時間要當地人做禮拜的。對，他就是把當地人做祈禱的這個時間給空出來了。這裡還有中文啊，上面寫的歡迎光臨 open。不過呢，這裡我這個衣服可能不行哎。其實我這個裙子算長的，但露了一點腳脖子，然後胳膊也是短袖，可能要換他們的那個袍。這座清真寺是不需要門票的，免費參觀，只是我這個衣服可能不行。Can we come in? Oh, okay. Hello, sir. Can he come in? Yeah, okay. 感覺文萊這個罩袍比馬來罩袍要寬鬆一些哈。看起來像霍格沃茨的。霍格沃茨。我們在這裡登記一下個人信息啊。我看了一下，今天只有我們2個中國人啊，很多人都來自於日本、澳大利亞、韓國、澳大利亞、USA、Thailand。現在已經進入了這座清真寺的內部啊，這個祈禱室還挺大的。這裡面看樣子能同時容納
差不多1000人，在這兒同時做禮拜啊。不過呢，大家看，這個有一個攔起來的地方，对，我們這種非穆斯林只能從外面這個通道參觀，只有穆斯林可以走到內部，然後他們就可以在裡面拍照，然後我們就順着外面，大概有個20米的這個走廊，到那兒就到頭了。剛才呢，文涛不知道，他從那兒差點走進去了，人家把他攔回去了。這個清真寺內部真的是太華麗了，你看這穹頂啊，它的直徑據說有15米，還有下面用巨大的吊燈。虽然我們來東南亞啊，這次去了那麼多的清真寺，但這個一走進來就不一樣。它的建築的材料也是来自於世界各地的，成本很高的。比如這個清真寺外圍那些白色大理石都來自於意大利，然後花崗岩來自於中國，還有內部裝飾用的這些彩色玻璃，全部都是從英國拉過來的。我們看着人了，好多人過來做禮拜啊！到時間了，12點整了，就中午的這個禮拜。而且你看到没，这麼大的一個人行道，哇天哪，斑馬線太難得了哈！只有在清真寺門口才會有啊。你們看我看到有什麼？前面有幾個騎自行車的，但看樣子是警察或者交警啊，因為戴那種綠色的衣服嘛。可能有王室的成員來清真寺禮拜或怎樣的。對，我剛剛看到這兒站了一排那個警察還是交警在維持秩序。因為文萊很小嘛，所以呢來這裡會經常碰到王室的這個車隊啊，貴族成員啊，對，還有一些明星，很多人在文萊都曾經偶遇過武尊。文萊航空的航班啊，鐵子們啊，在這個國家建一次航班太難了，因為它飛機太少，一共才12架，所以航班也很少啊。12架是有5架波音787那種大客機，剩下的7架是空客那個320中等型號那個飛機。剛才我們有說過哈，文萊是個小國家，文萊的全國總面積只有5765平方公里，是整個的東南亞地區倒數第2小，僅僅比新加坡大一些。不過呢，不要看文萊的面積小啊，文萊歷史上曾經非常的輝煌過，祖上曾經擴過。那是在元末明初的時候，當時呢，文萊這裡叫做伯尼國。那個時候呢，伯尼國的蘇丹他聯合了一位從中國福建來的華人移民，名字叫做黃森平，共同建立了現在新的文萊國。那黃森平呢，也被文萊王室一直奉為始祖之一。那到了公元15、16世紀啊，這個國家最強盛的時候，它的疆域是包括現在的文萊，以及馬來西亞的沙巴州和沙撈越，以及菲律賓的南部，疆域是非常大的。不過呢，後來文萊這裡又先後遭遇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英國的入侵以及殖民。那到了2戰的時候呢，文萊又被日本佔領長達4年之久。2戰之後呢，英國又捲土重來，又重新佔領了文萊，一直到1984年，文萊才完全的獨立。可以說文萊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國家。那今天的文萊領土，大家可以看一下地圖啊，文萊是被馬來西亞沙撈越的林夢分成了互不相連的2片。不過近些年已經修了這個跨海的大橋，把2邊連起來了。整個文萊啊，可打卡的地標真的不多，除了我們剛才看那個背後這個清真寺之外呢，還有就是前面這個大相框。鐵子們，這個大相框你一定很熟吧？哪怕沒來過也知道這是大相框啊，是吧？但這個大相框也是用來看清真寺的。對啊，它只是把清真寺框進去。是。所以來文萊旅遊來來回回就這麼幾個點，就這個圈兒。對，哎，而且在這麼有名的一個旅遊勝地的前面，居然還是沒有遊客，連那邊做生意的商店都已經關門了。這是啊，哎，而且啊，大家知道嗎？今天才是星期4，明天是周5。周5文萊全國所有的商店啊、超市啊，還有這個餐廳啊，對，12點到14點是強制要休息2小時的，強制關門。所以明天中午我們必須早點吃飯，或者到下午再吃。中午那2小時出去什麼都買不到，飯也沒有的。對，我感覺這個商店啊，包括這個餐廳，可能就是有什麼盛大節日的時候才開，平時遊客根本就不夠它運營的成本。對，這也沒人啊。對，太離譜了。這就是整個文萊最經典的一個畫面了，就在這兒拍的，每一個遊客都要到這兒來拍照片，但是這居然沒有人，哎，太尷尬了。這跟別的國家完全不一樣，別的國家這種地標性是，那拍照都要排隊，而且經常因為拍照排隊問題還吵架，對，遊客多得不得了。大家看這裡，來轉個圈，前後左右，哦，開始祈禱了。
挺好。现在我估計就那个清真寺里头有人啊，再就是这个露天的就咱们俩了。刚刚在清真寺门口出来的时候，是我们见到本地人最多的时候了，好几个出出进进的。哎，现在啊，整个文莱真的像是人类消失後的地球啊，就我們2個人，哇，還有個快艇，太難得了。快看，這個角度好美啊！是。這幅畫我在各種旅遊網站上，包括這個孤獨星球上，對，都看到過。今天夢想又再一次照進現實，這裡就是文萊的一個地標打卡點了，大相框框住清真寺。對，我們在一個一個完成自己的夢想，是吧？啊，好看！再加上裡面傳出來的這種祈禱的聲音，更應景了哈。我們在這個相框旁邊拍照拍了半個小時，然後特別渴，在這個店裡面去買水。這個店裡面空調是開着，但是沒有一個人，然後賣水的也沒有。我覺得文萊這地方真的很神啊！這就是文萊全國最重要的旅遊地兒了，它就沒有人，一個人都沒有，酒店沒有人。剛才狒狒路過一個廁所洗手間，裡面的阿姨看到我們2個行人，感覺很驚訝，盯着我們在看，也不知道看什麼呢。我感覺在文萊的地方像什麼呀？我們像進入一個野生動物園了，然後我們倆是動物，大家開着車在看我們2個。看狒狒。都說文萊是土豪國家，那麼文萊的物價是怎樣的？我們前往超市餐廳去看了看當地人的生活。商場了，太難得了，趕緊買個水，快渴死了。這商場也太迷你了吧！半糖還是3成？半糖 half sugar and another milk tea 30% sugar。這邊價格怎樣，狒狒？我不太懂貢茶的價格。它這個價格不是很貴，算下來比國內能貴個20%左右吧。國內一杯也要15，這兒買下來差不多就是17、18的樣子。對，貴一點。對，我們買了這麼多，一共是5塊1文幣，5塊1文幣就是不到30塊。渴死了，趕緊搞2個冰飲料，實在是太難受了。你的火龍果汁，它這個雖然價格跟國內差不多，不過它這個杯子沒有咱們那邊大，杯子小一些。我就說文萊人的鬆弛感哪來的？他們一天不用曬太陽，我和狒狒在太陽底下烤了2個小時，我倆快烤乾了都已經。哎呀，大家看，對，想象一下狒狒出門第一集新加坡的時候那個膚色，再看看現在。是我們2個人這2天啊，在文萊見的人最多的一次，就在這麼小的一個小商場，非常小，非常袖珍 mini， 然後這人也不是很多，還不錯。我要的是30%的糖的這個奶茶，超哥，我嘗下你的。好，來搞一口吧。你的好喝哎，每次都是你點的比我的好喝。是我倆這成規律了，每次我和狒一塊點吃的喝的，都是我點的呀。然後我總要喝他的。對啊。每次文濤跟我點不一樣的，我總要吃他的，然後我那個就沒人吃。5秒鐘喝完，然後這個冰都不捨得扔啊，因為文萊這邊實在是沒什麼買水的地方，拿口冰一會兒快渴死了，續一下命。倒不是因為物價，其實文萊的物價也蠻貴的，比中國貴，但是沒有新加坡貴。我們實在是因為找不到地方買水，不是因為物價的原因。沒有便利店，這大的商場居然沒有賣飲料的地方。Hi brother, where we can find a mart, buy some Coke. Like 7-Eleven. Yeah. Okay, you can go downstairs. Go down. Yeah. Downstairs, thank you. 我們終於在這個偌大的商場裡面找到了一個 mart，居然是這麼大的一個 mart，還是個超市哎。對，居然是個 market。剛剛把文濤渴的那個百香果汁一口5秒就沒了。對，我們現在進來再買點水喝或者可樂。剛才已經七竅生煙了，我的媽呀！哇，這個超市挺大的，而且沒人，裡面感覺好空曠，好寬敞。順帶着大家看一看文萊的物價，在文萊真的很少見到華人啊。今天我們過來的時候，那個大哥在路上開着車，看到我們倆，賊熱情的給我打招呼，估計他也很少見到華人的外國人在那玩。水果都是進口的，是吧？應該是。因為文萊比較小，很多東西都是進口的。這個是提子，一斤呢就按4.5算。這個西瓜有點貴啊。哦，也還好，這半塊西瓜是人民幣30，還是挺貴的啊。它這個，你看大家看，不是很大，半個西瓜人民幣30，那一整個就60。哇，那這麼說，我們在早上在酒店吃的西瓜也吃了好多塊錢了呀。我們酒店自助餐是有的，這有榴蓮啊。哦，這榴蓮好貴，大家看，只有2房肉。是27.6文幣啊，匯率是5.6，算一算100好幾了，150左右，但是很貴啊。這150，如果在檳城可以買2個完整的，對，能開出10房肉那種。是，這個人民幣大概也是個25左右。哇，這麼點25！天哪！沒辦法，土豪國家啥都貴。
我们再来買上一瓶水。它这里水不貴啊，你像這種啊，這一大瓶才7毛，1.5升啊，對，7毛也就人民幣4塊錢差不多。文萊雖然說它的那個貨幣跟新加坡是強制的這個1比1兌換，不過文萊的物價要便宜多了，然後文萊的工資比新加坡應該是要低一些的，對，然後這兒的物價是新加坡大概6到7成吧，就吃飯也差不多，在這裡吃一個海南雞飯可能人民幣20多，就是4星到5星就夠了。這個是 Coke Zero， 這個是1塊4毛5，差不多人民幣8塊錢吧。你看這種零卡的這種聽裝的，這個在外面單買好像是4.5的樣子哈，在這裡面如果拿這種家庭可以拿上一個箱裝的或者一提，算下來一瓶只需要大概8毛或者9毛，是，或人民幣多少？4塊多。4塊多，反正比國內貴，但是感覺比新加坡便宜。哦，對了，提醒一下有菸酒需求的朋友啊，文萊全國是禁菸禁酒的，所以在大大小小的超市或便利店你是看不到任何的含酒精的這個飲料的，酒類都買不到，還有菸。如果大家來文萊旅遊，一定要把菸提前扔掉，不然的話過海關安檢的時候要罰幾十還是幾百文幣，還挺多的。濤哥吃麵包嗎？一會兒吃好吃的吧，你不是帶我去吳尊麵包店嗎？哦，我都忘了，我們下一站是吳尊麵包店。不過我看這個麵包也挺好的，是蛋糕3、4啊，蛋糕4塊多。我覺得這邊蛋糕跟我們在馬來西亞那些商場間的蛋糕價格差不多。阿里 Pay，OK，Cash， Cash。OK，I have cash。小姑娘都為難住了。他沒聽過，沒見過。Thank you。天哪，大家快看，我在文萊發現了什麼？紅綠燈和斑馬線唯一一處啊！我們今天逛了有小半個斯里巴亞灣市了，就看到了唯一的這一個。清真寺門口不還有一個大的嗎？但那個沒有那個燈，只有斑馬線。是的。這裡有紅綠燈，而且這個紅綠燈啊，大家看它上面竟然有個小人兒。平時我們看到的燈啊，只是給車指示的，就是那個圓的那個燈。現在這裡竟然有個綠色的小人兒，紅色的小人兒，那幾位好像在闖紅燈哎。對。我們外國人不敢闖，等一下。外國人還是老實點吧。對，據說這邊罰款也是很嚴的哈。是啊，我總是把文萊和新加坡類比啊。那說這個罰款制度，文萊也很嚴，尤其是一點亂停車。剛我們不是說了嗎？這個文萊全國的車輛保有量是很高的，汽車這裡的配套的停車場車位也是很多的。對，所以如果有人亂停的話，那就會重罰。據說呢，罰金是5000文幣。5000文幣。差不多28000人民幣，對，亂停一次。我早上在我們酒店旁邊門口見了一個亂停車的標識號，就是罰款5000。我以為我看錯了。初來乍到還是老實點，不要學本地人闖紅燈啊！萬一我們也被罰5000文幣，我們就交代在這兒了，就破產了。我們倆我們環遊世界的夢想就要終結在文萊了。我們要提前結束了，因為我們兜裡就剩下幾千塊錢了。哇，那是個老車了，你看，哇，那車感覺是老爺車，幾十年了。反正文萊的豪車是挺多的，我們在路上看到那種像入門的這種 BBA 啊，就屬於中等，稍微偏一點點上而已，就跟中國的這個省會大城市差不多。是。哎，碰到幾個華人太難得了，這邊華人可是很珍惜的，因為只有10%而已，也就是3、4萬人而已。阿姨給你打招呼呢，菲菲。對，Terima kasih。阿姨說的是馬來語。哦 ，Hello。我不是很能聽得懂。Hello。Selamat pagi。巴布。巴布。我和阿姨神交了一下，阿姨好像給我介紹了旁邊的是兒子還是怎樣的，比了5加5什麼10個什麼。阿姨說的兒子55，你能不能嫁給他兒子？給你點個讚，阿姨其實看上你了，你嫁給他兒子。我們現在來到了這裡，也是遊客來文萊一定會來的一個地方啊，一面塗鴉牆，上面寫的是文萊。其實這個地方沒有太多的旅遊景點，它不是一個旅遊國家，所以大家來文萊之後呢，也就是幾個大清真寺，然後吳尊餐廳、吳尊麵包店，再加上還有幾面這種塗鴉牆。我實在不知道這個有什麼好打卡的，這個東西全世界不都是嗎？我們也是看網上的攻略，但是也沒啥看頭。整個我們在這兒待了也就2分鐘，其中跟阿姨聊了1分半。然後我們現在準備離開這裡，前往下一站是另外一個文萊這裡非常大的、非常有名的清真寺。
有点遠，2.幾公里，我们准备打個車過去啊。在文萊這裡 Grab 是不能用的，他們當地打車軟件叫 Dart，D-A-R-T， 打它。對。然後我們拿這個叫個車，我看一下多少錢哦。是個黃色軟件，不是，是個黃顏色的 App 軟件。對。這Dart軟件好用不？第一次用。我們現在去那個清真寺啊，直線距離是2.6，不過打車過去有4.幾公里，不知道能不能叫到車啊？第一次用這個軟件，哦，有人接單了，有人接了，這個好像是車牌號 BBE4032，對，打車過去是5.5文，也就是30塊人民幣，比新加坡便宜是吧？你不要老跟新加坡比，我們這趟出來主要是第一站就到了新加坡，所以往後面去哪兒都覺得不貴不貴。China， 我現在嚴重的懷疑文萊這裡的網約車司機平時都在家裡休息，然後有人下單，他們才會出門去地庫開車。因為我看我們司機剛剛一直在一個居民區裡頭很久沒有動，然後他跟我說等5分鐘他就會出發，感覺在家裡頭5分鐘剛好穿衣服穿鞋出門，我覺得是這樣子的。然後我們的司機剛給我發消息說他已經在路上了。我們已經等了5分鐘了啊，再等會兒。反正文萊這裡打車也很難，因為出租車極少。網約車呢，感覺本地人可能生活條件也不錯，比較有錢，就是那種比較佛系的接單。太佛系了，每個人都很佛系，隨緣接單。對，我看這邊的白領哈，剛剛在商場轉了一圈，他們也是出來吃飯、走路都是特別的閒、悠閒的感覺。文萊人對我的印象可以用幾個詞來描述，第一個就是 peace，就感覺大家都非常的平靜，對，很祥和這種生活的氛圍。再一個就是大家都很佛系，對，就那種不急不慢。3個詞應該叫 rich， 感覺大家都起碼是那種不用特別為生活去奔波的人。對，因為文萊的人口比較少，然後國家又有錢嘛，賣這個石油天然氣又有錢，所以居民的福利是不錯的。文萊這裡啊，全民醫療、教育都是免費的。而且有一點很重要啊，如果文萊的學生考上了國外的名校，是政府出錢，你的生活費、學費全是政府出，你去國外留學。還有就是，如果文萊的人公民在本國看病，沒有看好，比如說要去新加坡或者其他地方治病，得了重病的時候，對，重病要出國治療，也是政府負擔，所以感覺文萊人就沒有什麼生活壓力，而且文萊這裡的房子也比較便宜，然後車也不貴。還有就是文萊是全世界為數不多的零稅的國家，這裡是沒有什麼個人所得稅的，大家賺的就都是自己的。對，然後政府也會時不時的去給大家發這個一些福利啊、補貼啊、生活費啊這樣子，所以就是說福利保障既好，而且政府有時候還發點錢，那大家的狀態就肯定就既 peace 又 lazy 了。對，就鬆弛感拉滿了，對，拉到全世界最頂級的水平了，比肩北歐啊！我的天哪！所以你知道大家怎麼說文萊嗎？從搖籃到墳墓，政府全給你包了。哦，我們的車好像快到了。或者說國王全給你包了，這個嗎？嗨，對，4032。So I cannot see taxi here in Brunei. You mean don't see a lot of taxi here? Oh, no taxi. Have taxi, but the taxi always working at the airport. Oh. And not airport, not this airport. There will be just go around. Oh, I got it. And then also there will pit stop at the usually at the hotel. Yeah, they're always in the airport. Yeah. Okay, I got it. So are you a professional driver? Something like that. Oh, some part-time job. Yeah. For the local people, I mean the salary, how much they can get 1 month? Maybe cost like 2K. Oh, 2K. 那这個工資水平其實是要比新加坡低的，不過它這個物價也低，然後福利保障又好，所以感覺本地人壓力確實也沒有那麼大啊。對。就說文萊這邊的工作還是氣氛挺多的，因為有的他那種好工作，比如像醫生哈、老師，咱那天來的時候，那個司機大哥跟我們說了，醫生可能會拿到7-8千文幣，或者4-5千以上，對，所以他邊工資收入差別還是挺大的。對，剛剛司機說有一些比較基礎的工作可能就1000多一點，對，就可能一些勞工嘛，外勞的工作，對，但是這國家就福利好嘛，對，不賺錢也不用擔心餓死。對。Hello, sir. In Brunei, almost everyone have a car. Everyone. And we cannot see the people walk. Yeah, only we two walk in the street. Yeah, because nobody else.
Because here we don't allow Oppo. Yeah. Because not other country like super mall is very big and large, right? Yeah. But here our place is very small. Yeah. Our shopping mall is very separate way. Yeah. I think everyone here they are peaceful, right? You guys are very peaceful. Yeah, because here Brunei is not unlike Malaysia, so many crowded people. Yeah. That's why here we do our own thing. 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今天要参观的第2座清真寺，叫做杰米清真寺。这也是文莱全国最大、最豪华、最现代化的一座清真寺。它是在上世纪90年代由第29任苏丹，也就是现任苏丹修建的。这座清真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一共由大大小小的29个这种镀金的圆穹顶构成。因为是29任苏丹修的嘛，所以数字是29。总共是耗费了45公斤的黄金打造，又是一个土豪的清真寺。我们从外面就可以看到金光闪闪的，然后据说里面内部是极尽的奢华。因为现在的这个现任苏丹29任苏丹，他在位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从1960几年到现在，累积了大量的财富，而且他本人呢也曾经是世界首富。所以呢，他在自己主持修建的这座清真寺里面是耗费了大量的黄金和金钱以及精力来修建的。这个清真寺特别的不一般，跟大家讲为什么不一般？因为我们在这儿见到了全部文莱的游客，所有文莱的游客都集中在这片了。看那个大巴，那个小巴，还有我们旁边这个小巴、这个公巴，全部都是游客。好多，刚才看到有个印度旅行团，还有个日本旅行团都进去了。这么多游客吗？对，你看那么多人。对，妈呀，这是今天我们到文莱之后碰到人最多的一个地方了。是，因为这个清真寺是现任苏丹修的嘛，也是目前文莱国家的象征，所以很多游客来这儿之后，哪怕不去我们去的那个第一个奥马尔清真寺，都会来这里。文莱这块真的不太適合遊客旅行啊！我和狒狒提2個垃圾袋，走了半天都沒有找到一個垃圾桶。最差的結果，難道我要把這帶進去嗎？對，放我包裡吧。不太好吧？因為路上沒有人嘛，所以路邊沒有垃圾桶的這個需求。對，他也不會去修了。Yes. Hi brother, camera okay? Yeah. In China, in our city, also have Muslim. Many Muslim in China. Xi'an. You know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the stone soldier, also stone soldier, terracotta warriors. Wow, warrior. Yeah. 大哥没聽懂。OK， 拜拜。Terima kasih。但是印尼語的這些也這麼說，就像我們剛才跟大家說的，印尼語和馬來語很多語言是相通的，特別有意思。哇，濤哥，這裡面跟上一個清真寺完全不一樣哦。是，感覺像個皇宮啊。對，裡面還有這種大理石的樓梯台階可以上去，看到處都是水晶燈啊。對。看很多本地人在這兒，因為每天穆斯林要有5次禮拜嘛，然後就很多人在這兒待着，一直待到晚上再走。媽呀！我要是穆斯林哈，我都一直待清真寺了，不回家了。哪兒的遊客呀？像日本人。像日本人。一般碰到那種不說話的旅行團，基本就是日本遊客了。碰到比較愛說話的，就是韓國遊客；碰到一般愛說話的，就是中國遊客。這邊啊，就是這個主禱告廳的正門了，我們要從這兒走啊。啊，好看哎！我們非穆斯林還是只能在外圍。大家看，裡面現在有人在禱告。從主殿出來之後，在這個角度，姐妹們你們看，全是等着做禮拜的人。我們兩個找洗手間，然後找到了一處只有穆斯林才能進的地方哈。對，這個是幹嘛的？這裡就是穆斯林他們每次做禱告前會淨手淨身。大家看，裡面有這個穆斯林在洗手，還有洗腳的，就是做禱告進大廳前，必須先把自己身上弄得潔淨一些，就這樣子。哇，我們居然發現了一個公交站，居然還有一個公交車。剛才我第一遍過來的時候，司機在裡面睡覺，然後司機以為我們要坐車。No，拜拜。拜拜。司機以為我們要坐車，他才幫我們把門打開了。我第一遍從這過，司機趴在方向盤上已經睡着了。是。天哪，濤哥，我們可以買彩票了啊！全國就8條公交線路，我們倆竟然碰到了一輛公交車。但是你看，雖然我們碰到了幾個公交站，也沒有一個人在等公交啊。對啊。說明當地人就不用公交系統。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公交司机在等乘客？对，他开着一辆空的这个巴士，然后在公交站已经睡着了，在等乘客。空调开得很足。好不容易来了我们2个，然后把门打开，赶快让我们上去，他就可以出发去下一站了。怎么说呢？太神奇了，这个文莱。对，难得啊，又看到一个人行道。但是我们这个灯已经等了1个多灯时，2个灯时了，还是没到我们过，太难了。而且有个搞笑的是，你看，这邊是一個可以行人過馬路的燈哈，按鈕燈，但這邊又沒有斑馬線，對，怎麼走啊這？哎，坦克也好起來了，賣到文萊了都。剛剛那個紅綠燈，我們倆等了5、6分鐘都過不來，是，最後不得不在車停的時候，但行人沒有綠，我們只能那樣子。對，因為它這邊的紅綠燈感覺不是給人過的哈。對，它那個小人啊，一直是常亮的紅色，是不會變綠。我們等了那麼久，不過說實話哦，文萊這個路上也沒有本地的行人，它確實也不需要那些東西，只是遊客來會覺得有點艱難，不方便。對，但如果你在本地生活的話，200米以上都要開車，那其實沒有這麼多人行道，還挺好開的，對開車非常友好。前面就到了吳尊的麵包店了。本來以為啊，明星開的麵包店會在一個非常高大上的商場裡面，沒想到是這種沿街的小店。不過呢，聽說因為吳尊常年不在文萊，然後這個麵包店實際上是他的姐夫經營的，好像是。哇，裡面有一張吳尊的大海報，怎麼樣，帥吧？挺帥的，還是當年那麼帥。這就是吳尊麵包店的銷量排行榜啊，銷冠啊。對，第一名是這個叫黃金流沙可頌。不錯哎，一會兒要2個，還有這個法式焦糖。其實今天來這個店我也挺感慨的，感覺之前也有很多都是在電視裡或者那種真人秀裡面才看到的吳尊在文萊的土豪生活，結果今天自己親身來這裡。Can we eat here? Upstairs? Okay. We'd like the top 10 first and the second. 好了，我們已經買到了吳尊麵包店的麵包啊，這個比我想象的便宜多了。我本來以為這種明星開的店肯定會比較貴啊，但實際上這兩個還是挺平價的。這個可頌是1.5塊，也就是人民幣大概8塊，然後這個麵包會大一點，它是2.2塊，算下來也就12，這兩個加起來20塊錢，甚至還比我們酒店旁邊那麵包店還要便宜一些。對，我們酒店旁邊就是一個籍無名的一個小店，對，真的不貴啊。對，吳尊還是很良心的哈。先嘗一下這個吧，這個應該是銷冠啊，它裡面那個已經流出來了，給大家看一下，應該是有蛋黃。哇呀，它這油，哇，爆漿了啊，我都不敢弄。你看，這個蛋黃已經從這出來了，不錯啊，裡面好吃，一口爆漿，嘗到了這個蛋黃的味道，好吃過留一點，別吃完了。但是也沒有說驚為天人那種。嘗嘗我們的燒鴨。啊！哇，這感覺像個燒餅一樣。好白呀！這個從面相上看的話，好像沒有這個好吃。沒什麼醬啊。那嘗起來應該味道還不錯哈，畢竟是燒鴨呢。還可以。燒餅的味道。還可以。這個店裡面啊，還有賣吳尊的周邊的，比如像這個，它的 T 恤，一個是38，兩個是68，還是挺貴的啊。吳尊英文名叫什麼？我只知道他的女兒叫內內。我們已經從吳尊的麵包房出來了，這個門口寫了一個8點以後打折啊，買2送2。虧了呀，老婆，虧了呀。應該晚上來啊。對。晚上我們專門花10文幣打車到這兒來買這個買2送2，是吧？你真是個大聰明。Not eat, but like this only.